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30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老百姓的养老金今年搞定，来年呢？关于中国的养老保险、养老金、养老制度，我们在上个月我们讲过一期。本来我今天是不想讲，不过呢，因为我看见这个国务院新闻办有一个记者会啊，然后这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一个副部长带着几个司长出来开记者会，里面讲了一堆话，这一堆话实在是太让我生气了啊，所以我就还是要讲一下，因为养老的问题其实关系到这个中国非常最广泛的人群，大家都在社保里面领养老金啊。那么社保的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所以影响非常的大。但是这个政府官员呢，在那胡说八道啊。那我要跟大家讲一讲真实的情况是个什么情况。那么这个记者会是10月28号开的，是国务院的一个政策例行吹风会。这个例行吹风会呢，他就按照各个部委自己出来讲话，讲政策，通常是政策吹风会。那么这次出来的是谁呢？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叫李忠，还有一个是就业促进司司长叫张莹，一个养老保险司司长叫叶明俊啊。然后讲什么呢？讲就业啊，讲社保的情况啊。那他就讲了一点啊，就是说，其实今年以来，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普遍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普遍出现了一个社保养老金支付不足额，不及时啊，那么不足额不及时的一个这样的情况。那然后这个最近呢，这个情况就已经改善啊，基本上看不到这种情况了。原因在哪里？我们等一下讲啊。那么，今天这个记者会呢，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这个记者会就这个政府这个官员底气很足啊，底气讲了很多话，讲了很多豪言壮语。但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就是今年年中的时候啊，那么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叫养老金支付不及时不足额的问题，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本来社保基金就涉及社保里面的养老金就有一大部分是政府补贴啊，一大票是政府补贴。那么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出现，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导致的后果就是养老金出现了缺口。就导致了养老金的支付不及时。那么为什么到了下半年的后期，这个养老金支付又跟上来了呢？就因为那2万亿啊，大家记得今年发了2万亿的地方债啊，其实这2万亿其实还有其他的地方债，但是专门拨了2万亿出来，其中有1万亿是增加中央财政的赤字，另外1万亿是发行抗疫国债啊，总共是2万亿。这2万亿呢，一分为2，其中3000亿给了谁？省政府。另外17000亿给什么？给市县，主要是给县。大概就是这样。这17000亿下去之后，这些县政府啊、市政府啊，开始有钱了。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现在呢，这个养老金的这个支付问题就基本上今年就搞定了，所以他就跑出来开这个记者会。这个记者会应该是半年前开，可是他就等问题搞定了，他就出来开这个记者会，然后底气就很足。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今年受疫情影响，社保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援这个企业的政策啊，减免缓返补啊等等。那么这3项这个社会保险共减轻企业成本12045亿元，其中养老保险
省掉了2万，就是让这个企业少交了多少钱？大数1万亿，就是说企业少交了1万亿给社保。大家想一下，这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让企业少交不交这个社保呢？因为社保你不交，那边还是要领的呀。这实际上这个问题又会挪到后面去，这就是中共的政策实在不靠谱。如果你要去支援企业，不应该免他的社保，是应该你去政府拿钱出来帮他交，这才是正路。这样的话，你以后就不会出现亏空。你现在1万亿没有了，到后面可能3年之后，这1万亿可能变成2万亿了。就为什么中国的社保会出现亏空，全部都是政府干出来的好事啊，就是这个问题啊。然后呢，他就讲，其实我们社保没问题啊。他讲了个数据，说这个9月底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啊，你看他拿了一个什么数据呢？拿了一个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啊，他说到9月底，参保职工人数啊2.86亿人，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1%啊，4.1%，离退休人数1.06亿啊，所以你看一下这个数字其实很吓人啊。职工总数参保的职工总数就是有1.86亿啊，1.86亿，离退休人员呢就是1.06亿。大家想一下，不到3个人养1个人啊，那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总收入是2万1千亿，总支出2万8千亿，中间差多少？7千亿啊，差7千亿。那么基金累计结余是4.5万亿。他讲的是这个数据是什么数据哈？他讲的这个数据是全国所有各个省的社保基金拢在一起的数啊，拢在一起的数，你一看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全国平均收入，就这概念啊。大家都发现这个平均收入比我的收入还要高，因为有很多人就很有钱啊，所以你的平均数被平均高了，就这个概念。那么他就说，哎，你看我们这个钱这么多，你除一下也知道我们是没问题的。但其实不对啊，这里面有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中有3个问题啊。第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企业养老保险基金这个名称就不对啊。养老保险基金呢有2个，一个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就是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这是第一，这是一个名称，不叫企业养老基金啊，这是叫职工基本养老基金，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叫城乡居民养老基金。养老基金、养老保险、社保里面，其中五项啊，5险，其中核心是一个是社保，一个是养老保险，一个是医疗保险，一个是养老，一个是医保，这2个是核心，占85%。那就是职工养老保险啊，职工这一块呢，企业跟个人交多少？交85%啊，就是企业交一部分，个人交一部分，职工交一部分，总共占的85%，政府补贴15%，这是一头啊，这就是他拿出来讲的这个数字还好看一点。真正他没有讲总数，他拿出好看的数字来告诉大家。但其实呢，还有一个叫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纯粹是政府补贴，就是只是这个钱是从政府拨过去的。为什么？你比如说这个人退休了，退休这个人就从哪里？就从这个职工养老保险跑到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你退休，你离开这个企业，就拨到这边来。所以这些人全部都是政府给钱，他没有公款了，他已经没有公款的了，全部都是他只是领钱的了。所以这一头他讲离退休人员1.06亿，很多就是从这里头跑的。所以
他讲一个正常运行的部分拿出来讲啊，我们现在有这么多钱，有这么多钱，但是其实一个大账，这个大账本没法看，他不说啊。所以这里面有3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讲的，他只讲了一个好看的数字啊，他没有，当然其他的数字他不讲我们不知道啊，他都保密的，所有的数据都保密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各个省的情况不一样啊，各个省的情况不一样。中国大概只有7个省社保基金是盈余的啊，就是社保基金的账本上是盈余的，那么其他的省全是赔的，亏空的，全是。中国有31个，你数一下你就知道啊，就是31个省，其中有7个是盈余的，其他全亏空。这是个很严峻的形势啊，这是个很严峻，所以你不能拿全国来平均，全国一平均就没问题。但是你可以看到，你想一下，2/3的省，2/3以上的省都是亏空的，亏空的情况很，后果是什么？就是2/3的省必须地方政府去补贴，补贴多少？我给大家讲一下，讲一个很可怕的数字啊。2018年社保基金地方政府补贴社保基金的亏空达到多少？16800亿，占整个公共财政开支的 7.6%。到了去年，整个的社保基金的这个财政补贴啊，社会保险基金财政补贴上升了7.6%啊，1.68万亿是7.6%，到了2019年从7.6上升到8.3%，这还是一个什么呢？还是个预算数，还没有决算的数，1万多亿，将近2万亿。如果按照这个数据来的话，去年应该是将近2万亿，2万亿的数，这是很可怕的数字啊！大家想一下，这是一头，还有一头。他说这是第二个，就是由于地区的经济的不均衡，人口的结构不一样，那么它出现的社保的这个状况是不同的，这是第2条。第3条，老龄化的这个飞快的到来，那么实际上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社保基金的亏空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政府有没有方案？政府有方案啊，政府有几个方案。一个方案，现在第一个方案是什么？第一个方案叫省内统筹。什么叫省内统筹？就是省内吃大锅饭，把所有的钱全部扔到一个大水池里面。那你们这个好一点的省市就补贴那个差一点的市，大概就是这样。就那这样的话，所有的市可能问题就不大了。那其实全国的情况跟一个省的情况是一样的，就是有一些经济条件差的市，可能它发放就有问题。它一统筹之后呢，那可能都没问题。但是如果一旦出问题，那就全省的问题，理解吗？就是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它第一个方案是什么？第一个方案就是省内统筹啊，现在应该剩下了不到5个省还没完成，基本上全部都完成了，就是把风险分散到全省。原来是个别市、个别县，那么它一个统筹，把所有的钱全部扔到一个大水池里面去，那风险就减少，个体就是个别县、个别市的风险就减少，但是这个省的风险就加大，就是一出问题，全省出问题，这就是手心手背的问题啊。你看你自己怎么选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吃全国的大锅饭，就是要想做全国统筹，但全国统筹这件事情困难很大，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讲过，有7个省啊，有七个省啊，7个省是盈余的啊，就比如说像广东啊，像就状况很好。那么7个省盈余，那么但是呢，有很多省是亏得很厉害的，那这7个省就不愿意加入。但是如果这7个省不愿意加入的话呢，那你这些全亏空的加入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他们其实是要吃大锅饭，就是吃富户，就劫富济贫。他按他的方法就劫富济贫。那这地方政府就不干了。地方政府，我这现在盈余的，你跟我一共产，那我以后大家如果出问题，我跟你一起出，本来我没问题的，你一共产以后，大家都有问题，所以这个是有点难度，不大行，不大靠谱。还有一个什么方法？还有一个方案，就不敢说的，就是应该是在酝酿推迟退休，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还有当然，他一个是把国企的股份注入这个养老基金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他跑来说啊，这个官员还在这讲呢，他还有什么解决方案呢？中央调剂啊，中央调剂多少呢？调剂4%啊，中央调剂4%有没有用呢？啊，没有用啊，没有用。中央调剂是什么意思？中央政府拿一笔钱出来，就是广撒胡椒面啊，给各个省拨点钱啊。如果按照4%的话，那就是1120亿，1120亿管用吗？不管用。你想一下，地方政府的补贴的总数是16000多亿，你想想看，他才给1000多亿有什么用？中央政府不给钱没有用。然后呢，他还进行跨省调剂。跨省调剂是什么意思？就是找那7个有盈余的，给点钱出来，我们来调剂调剂啊，这是共产主义啊，社会主义调剂啊，调剂了多少钱呢？调剂了1768亿。如果加上1120亿啊，加在一起是多少？2800亿。2800亿有什么用吗？2800，大家知道我们刚才那个数是什么数？1万亿，就是说优惠企业优惠到了1万亿，1万亿，它现在其实这只能是中央调剂的，只有1000多亿啊，1000多亿，杯水车薪，不管用啊。那么今年中央政府对地方养老保险专项补助是多少？5800亿啊，5800亿加上1100亿，总共是7000亿不到啊，7000亿不到，那还是少，还是不够啊，还是不够。那么再加上多少？再加上那2万亿，2万亿当然不是全部给这个社保基金的，还有地方政府的运营开支，所以大体上是一个这样的问题。这个级别的问题是什么？我讲一个，这个问题是一个灰犀牛啊，这个问题是个灰犀牛，因为社保基金的这个账其实很容易算，就是随着这个人口，你看一下，一个是人口啊，人口的这个趋势，按照2017年联合国的测算，到2040年，中国15到60岁的59岁的人口比例会下降到多少呢？下降到56%，60岁以上的人口将会增加到30%。如果维持财政补贴不变的情况之下，那么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结余，本年度的结余和累计结余都会出现亏空。哪2年呢？一个是今年，一个是2024年，就是当年会出现亏空，然后结余会出现亏空。结余出现亏空什么意思？就结余是负数，然后当年会出现负数啊，这就是两个按照不同的年龄来分析啊，分析。那么大家要知道，如果
社保基金这边出了状况的话，其实对整个社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因为为什么？因为社保这一块，因为虽然这些职工没有退休啊，都没有退休啊，都在上着班，交纳这个社保，然后他就指望什么呢？指望他以后退休能从社保上拿到退休金，拿到养老金。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发现他父母没有领到养老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以后可能也领不到养老金，那他可能就会退出，他就可能不交，这是个非常大的风险。这是一头。第二个情况就是政府用很多的方法来干什么？来在社保里面挖，就是叫什么？他不是往里面加东西，他往里面挖。就比如说，我们举说，就今年啊，今年疫情很严重，我们减轻企业负担，好，大家这个社保基金的比例少交一点，甚至不交，甚至退给你。用这种方法康社保自凯，他一康社保自凯，社保中间就有窟窿，因为虽然他让企业优惠了，但是领钱的人不会停的。所以实际上中国的社保的问题3个大问题。第一个，没有透明度，你不知道各个省社保交的是什么情况，那没有一本账交出来啊，这第一个，没有透明度。第二个，谁都可以去动它啊，这个中央政府搞个政策出来，实际上中央政府的这个政策呢，这个优惠政策，优惠这个企业，让企业免交这个社保的这个政策呢，是中央政府请客，地方政府会抄，付出代价的是地方政府。这是第二个啊，就是谁都可以动它。第三个，社保还拿去投资，能想一下，社保拿去投资是什么情况？啊，这天天指望股市里面经常指望这个社保入市啊，社保入市救市啊，都是干这种事情。这个风险，就社保的风险不可控。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还有问题就是历史的老账，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公务员、事业单位的人进社保，跑进去社保的这一票人，当年是没交社保，他没有补。他没有补的话，大家如果懂得精算的话就知道，他开始领钱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窟窿就已经出来了，就是历史的欠账没有解决啊，历史欠账没有解决。还有一个什么？人口老龄化，领钱的人越来越多，公款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口老龄化，你现在是一个娃，父母都是独生。然后他们还有2个父母，那你想想看，以后这个一直下来，就是一个人公款在养上面的所有的人，这个情况是很可怕的啊，是很可怕。所以社保这个问题，其实是中国非常能够反映中国现状的一个非常广的面，但是很突出，这个特征很突出。这个特征是什么？第一，这件事情办得很差啊，这跟中共治国是非常的像，就是一件跟所有的老百姓有关系的事情，不认真、不仔细、不公开、不透明，然后就一本糊涂账，就是这样子，然后就告诉大家我们没问题。你看今天我为什么很生气的原因就是。这个专门管社保的这个人力资源，这个叫什么？这个部门啊，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这个部门，他不讲真实的情况，他甚至不公布全国的这个社保。一个是全国有个社保基金啊，那个社保基金跟各个省的社保没有1毛钱的关系，那个社保是中央政府的。啊，他跟地方的这个社保基金没有直属关系，没有隶属关系，所以理论上你应该把全国的社保的各个省要公布，全国要公布，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他这么一说，那大家都不交了，我估计是这样。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为什么今天
要把这个题目重新讲一遍，就是因为这个官员又出来骗人，影响非常大，后果很严重，所以我们今天再做一遍，把这最新的数据跟大家报告一下，后果是很严重的啊。我这里还有几个数据，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数据，我只是如果我们讲太多呢，大家也不得消化啊。我讲几个人口的问题吧2012年，中国的就业人口增长是3.3啊，3.3就是就业人口是上升了3.3，到2018年就变成了多少？2.3啊，2.3，然后呢，到了2030年，中国人口见顶，就是说中国人口的这个顶峰是多少？14.42亿，就是说2030年，就是还有10年时间，现在中国人口还在增长，增长到哪年？2030年，2030年之后人口就开始下降啊，开始下降。那么劳动力人口。就是劳动力人口会在2040年进入负增长啊，负增长，不对，这是总人口，2040年。而且中国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哈？就是企业交这个社保基金完全合规的只有27%啊，就是企业的这个都是交最低数。后来呢，这个社保的这个基金呢，社保呢就取消了这个社保局，地方的社保局取消掉，所有的社保保费全部由什么呢？税务局统一交，这一下子就很多企业就倒闭了啊，就这么来的啊。哎，这数字好多啊！大概率的情况会是什么？大概率的情况会有2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推迟退休年龄，这个大概率的事情。第二个就推迟退休年龄是我估计会是在若干，不会太久，因为当社保盖不住了的时候，它就会推迟退休年龄啊，推迟退休年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可以看医保已经出来了一个东西，就是把所有的企业的公款全部拨到这个公账里面去啊，就是医保已经盖不住，医保那头已经有问题了啊，医疗保险那头。那么社保这个养老保险这一块，最终搞不定的时候，就是推迟退休年龄啊，就大概就是这样。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我们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好，我们今天就这个题目呢，就比较国内的网友啊，就是大陆的网友会比较关注，海外的网友没那么关注啊。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啊，所以大家也应该知道一下啊，知道一下。好，明谢 SWA 大朗，谢谢三门高，谢谢。希望老师一天一播能够保留直播2的时段。OK 啊。以德服人啊，以德唬人啊！王老师在我心中是自媒体的灯塔。10月天，谢谢 Jessie 蔡，谢谢啊。情况：今年退休的养老金还没有发放，年初退休到现在没有领到养老金，喝西北风了，坐不了东北。东北是基本上是最惨的一个地方，为什么？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东北经济实在太差啊，东北经济一差呢。财政本身就有困难，地方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那么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的结果是什么？他可能拨钱给
社保其实有一大块是政府财政补贴过去的。如果你把这个城乡养老这一块，城乡居民养老这一块也算进去的话，我估计整个的这本大账放在一起，应该有一半是财政补贴的啊。那么东北财政状况差，这一半政府补贴拿不到啊，这是第一头。另外一头，东北的人口外流，中国外流的人口全是年轻人，全都是公款的人，留下来的全是领钱的人。所以东北一年，我印象中黑龙江一年就中央政府补贴它小1000亿啊，所以大家知道就是个这个情况。所以你还没领到，说明什么？说明你们的财政状况非常的恶劣啊。情况退休了很多年的老员工，今年起很多从原来企业退休养老金给拨出来到社区，跟社会人员一样，原来国有企业的退休人员部门现在都裁撤了。本来是这样，其实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就是原来的企业职工啊，企业职工你在企业的时候，那么养老金是跟着企业走啊，那你一退休就应该去哪里？去社保局啊，就变成什么呢？你原来的钱是在我们讲的叫城乡职工养老保险，等你退休的时候，应该跑到哪里去？跑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不在职工养老保险那里头了啊。国企有些单位呢，可能有个土政策啊，但是总的方向是这样啊，全国应该大部分是这样操作的啊。情况，一个国家的养老金要分干部、领导、公务员、参公编制、事业编制、央企、国企编制，最后才是普通人民。而且你要刚退休就病亡，那就前半生全白交，是这样。所以其实在中国，各种等级制度不一样啊，各种问题，就其实中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封建社会啊，讲到底就是个封建社会啊，等级制度。情况，中国和其他国家没有交换社保的协定，比如英国人到日本工作，把社保交在日本，回英国后可以继续缴纳，或者是退休后回英国，可以在英国领取养老金等福利。中国我觉得没有一个国家会跟中国签这个协定，为什么？中国的养老那么一塌糊涂，你跟他签的协定怎么搞啊？而且这里面有多少做造假，你说说看。观点加疑问啊，请问按照王老师的见识和见解，公家、政府、社福和社保基金到底进入金融股市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如果我看其他国家我不知道啊，中国肯定不好。为什么？你想一下，你的钱那是你的钱，拿着你的钱去投资的那些人，又不是拿他自己的钱，拿着你的钱投资，那不就是帮你做这个叫什么？叫炮灰吗？你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对吗？所以社保进股市是一件很烂的事情啊，社保进股市是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事情。社保的资金应该是非常安全，要非常的安全才行，没有进股市这种事。进股市去债市买国债可以，除了国债以外，其他的债券都不能买，应该是这样才对。为什么？你都已经那一塌糊涂，那你看看那个社保那个账本一塌糊涂啊。情况，上次外婆住院，隔壁一个南下离休干部有特殊住房，还有专门护工，全部是国家出，然后还有1万元的医疗补贴，就是这样。一个处长一年的医疗报销的额度是30万，处级干部大概是这个水平啊。所以你想一下，为什么你这个报不了，那个报不了，那个买不了药，这个药不能报，那个药不能报，为什么？就全花在他们身上了啊。
提问：社保金会不会按数字货币发行？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要问人民银行。提问：王老师，前几期节目中提到台湾是中国人实行民主制度的典范，跟很多大陆人聊这个问题，反馈常常是台湾人口少，而且素质相对较高，大陆太大，民族多，人民素质低，刁民多，目前不适合民主。我如何反驳？还有，人民素质低不适合民主，其实我在某个程度上同意这个观点。民主的基础是建立在好的人民素质上，我这个观点对吗？想请教王老师。网友答：人民素质低不适合民主的观点不敢苟同。所谓的素质并没有标准，也不可量化。如果是教育水平，如今中国人均教育水平远远高于20世纪之前的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如果是指识字率，中国远高于塞内加尔、肯尼亚和印度，而它都建立了稳定的民主制度。如果指公民意识，请问没有民主制度的确立，如何能够形成公民意识？如倒果为因是真理部拿手好戏，真理部讲的中宣部啊。即使中国人素质低的说法成立，那也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而非反之。我就不用答了吧，这非常棒啊，非常棒的回答。素质低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啊，民主是表现，民主最核心的是什么？民主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民主核心的问题是权利，就是说人民有权利，或者每个个体有权利决定什么？决定我们国家的命运。我要行使我的政治权利啊，这就是民主的核心意义啊。那么我们有权利决定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我们有权利决定政府的政策。民主的核心是权利，就是人民的权利，或者叫民权。这个民权跟它是什么素质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你不管你读大学有民权，你没读书也得有民权，一样的道理。所以以素质为前提去讨论一个民主政治、民主体制的问题，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偷换概念。你说你这个人素质不行，你一天吃一顿饭，可以这样想吗？不可以吗？吃饭是他的权利，是他活下去的一个基本条件。你说啊，这个人素质不行，我们就要饿他饭，把他饿死，这就是典型的什么？典型的纳粹思想啊！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这是基本上真理部就是用这种言论来洗大家脑。人口多你管不了是吧？让贤啊！你说如果认为人口多是个解决问题的困难，我告诉你，你可以离开，让管得了的人来管，是不是？你说呢？观点：昨天讲台海战争疑云内急，有人说12月打，曾身为台湾专业海军的我来回答一下啊，这个太好了。10月以后的台湾海峡基本浪级是6级，8到10级是常态。科普一下，8级浪大约是什么情况？人在离水面6公尺高的甲板就能摸到海平面的水，而平底船从高雄往澎湖走，连20年船龄的舰长都吐了。更不要说没有什么坐船经验的陆战队或者是陆军了。如果土共赶在4月之前打登陆战，那基本上是单方面的屠杀啊！备注：2系登陆艇皆为平底船，理解吗？啊，我就说，台湾海峡实际上它能够登陆的，就是说登陆的这个时间窗口，大概是有2个月的时间，就2个月的时间。其实你要观察，说武统不武统，很容易看，你就找那个时间窗口，
你看大陆有没有集结？没有集结，这个今年又不会打了，基本上是这样啊。提问坐标魔都，目前普通工薪阶层都是企业强制交社保，既然政府的养老保险迟早出问题，那老百姓养老金怎么养老，应该怎么自救？我的自救办法是什么？我就是不交，买商业险去啊。我的办法就是不交啊。情况我记得2017年社保基金数据，广东省有社保基金结余为11年，按照广东省养老基金为基准，江浙两省为7年的结余。当年东北社保已经为负数啊，需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我是江苏省事业单位退休职工，我们单位退休金就有5档，所谓的在编、非编、工人编制、集体编制等等，退休金相差3到4倍。社保不足的部分单位补齐，现在经济困难重重，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我们不说这个退休金的等级制度，我们就说这个社保基金未来的前景。社保基金的未来前景非常的恐怖，我只能用恐怖这个字来形容。为什么？如果这里面有2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他不从制度上解决社保基金的这个从交纳到支付到这个人群的规范的这一系列的东西，不从制度上改变的话，社保基金就是你就会看到不同的省会不断的爆雷，不断的在爆雷啊。这是大概率的事件，就是我所说社保基金的问题，就是一头灰犀牛啊！那每个省都有一头灰犀牛，你看中国有多少头灰犀牛在那跑的？情况，朋友的父母退休前是高中老师，最近几年待遇不断上升，现在每月退休金加补贴12500，加起来比我们在工作的朋友还要高，坐标广州，是这样的。他提高标准，调标准呢，地方政府就要多给钱啊，然后就补贴。情况原来是干部50岁前办了失业，还领了3年的失业救济，每月1200，然后声明放弃干部身份办了退休，之前一直交低保，退休金3627，7年过去，现在涨到5760，坐标深圳，大概深圳的社保基金是最充裕的，没错。观点，东北其实很有潜力，位置近邻日本、韩国，资源丰富，只要把当地的官僚和国企消灭，建立市场经济，未来不会比广东差，非常正确。原来的满洲国也是亚洲的非常令人羡慕的国家，闯关东是干什么？就是东北经济很好，所以山东啊、河北啊这些人往这个东北跑，闯关东啊。观点，刚听完王先生上期节目，最后那个年轻人和我的情况感觉好像。反脆弱里面说了啊，骗子习惯给人肯定的建议，让做什么做什么，而真实世界是否定的建议才是靠谱的，就是不能做什么。是的啊。提问，你好王老师，我补充上期停止放贷的信息，我是一个银行主管的朋友告诉我的，消息可靠。央行通知11月20号起，部分银行停止放贷。由于今年5次降息的影响，导致中小银行存款大量流失，原来资金实力雄厚的银行都提高了放贷门槛，直到明年3月恢复正常放贷。关于银行存款流失的问题，请王老师解读一下。中小银行存款大量流失，我不理解你说的为什么会大量流失啊？我只知道有2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债市非常火爆债市非常火爆，会不会是银行的资金流到债市里面去？不好说啊。那么也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银行的钱跑到去买理财产品，或者是买基金产品
有可能是这两种情况。因为减息嘛，降息嘛，一降息的话利息就少了，利息少了怎么办？那么银行的储户就跑去买回报相对比较高的理财产品或者是基金产品，但是实际上这些理财产品跟基金产品的资金都跑到哪里去了？债券市场。如果你说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可能性最大的就是这个。至于中央银行、人民银行的通知，11月20号开始停止放贷，那对经济是个非常大的冲击。如果真有这个消息的话，大家要知道，银行停止放贷什么概念？银行的资金是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啊。如果突然一下子停止放贷，那整个市场上的资金会一下子收缩啊，那是个我知道的情况是什么？我知道的情况是，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已经转向了，这个是我能看到的啊，就是说原来是大水漫灌，现在开始往回收了，但是收到这个地步，超出我的想象，影响非常大。如果这是真的话啊，影响非常的大，大家小心一点，股市也好。楼市也好，都会有影响的，因为银根收紧了，银根一收紧，整个经济活动会减慢，那么资产价格会下跌啊。情况在美国加州医院工作，就疫苗请教了几位专家医生，异口同声的说到明年春天才打才安全，不过强烈推荐今年一定要打流感疫苗，这番话绝对没有任何政治立场。 OK，到明年春天打才安全 ，OK， 那就是要到2、3月份了。流感疫苗我这里要讲一下，很多中国人觉得就是流感疫苗可打可不打，我这里一定要跟大家纠正2件事啊。流感不是感冒，很多中国人把流感当作感冒啊，而且很多人觉得老美的身体不好。你看这个流感都死那么多人，你看我们中国人感冒哪会死人呢？不会死人。其实这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流感不是感冒，感冒是感冒，比如我着凉了，感冒。很多人把流感和感冒和伤风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不同的病。所以第一要搞清楚，流感是个流行病，是个流行病啊，所以一定要去打，这第一个。第二个，你的身体一定没有老美好。你想一下，老美天天在干什么？锻炼身体。美国人要么在遛狗，要么在跑步，要么在健身房。中国人没有像老美那么努力的这个运动的，他的身体比我们好得多。所以很多中国人老觉得我的身体比老美好，你想多了。所以一定要去打流感疫苗，这个我在这里特别呼吁一下啊。如果是明年春天打才安全，这里面就要看啊，这里面有个权衡。我认为流感疫苗今年肯定应该会出来啊。那么你说明年春天打才安全，这里面有一个我们叫权衡。权衡是什么？就是我感染这个新冠肺炎，还是晚打这个疫苗安全，这2者之间要做一个平衡，理解吗？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要去平衡，去权衡到底哪件事情对你更有利啊？我不知道，我不是专家。情况，我在美国东南，每年公司给我们免费打流感疫苗。今年因为我家附近超市Public 给每个在他家医药店打流感疫苗的$10，所以我和老公趁买菜的时候一起把疫苗给打了。后来朋友一聊才知道，还有其他的商家也提供类似的服务。是的，情况从今年7月份开始卖房，我在周一终于完成所有的过程。资金已经换汇并转账至账外账户。我的经验是，从卖房之初就委托国内外资银行做相应的准备，一边卖房一边准备所有需要的文件，
这样就可以节省时间成本。OK， 非常好，这个想得很周到啊。情况，昨天与北京我同学大国企高管聊天，他们说他们国企天天融合改制，我说为啥我看不见他的朋友圈？他说国企高管有要求，不让发朋友圈。融合改制就是混改，混改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私企拉到国企里面来，叫混改，融合改革啊。观点，正因为中国国土面积太大，所以不建议一晚上突然宣布实施民主制度。为什么不可以一个省或者一个县一步一步的试点，像深圳搞特区一样？关键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放弃权利，不愿意兑现他们在1949年之前的承诺。你真的要实行民主，还没有步骤吗？如果真要做，我拿方案都没问题啊，对不对？这不复杂，这不难。关键是什么？关键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啊，这个权利很值钱啊，可以捞好多钱。观点，民族素质低是一个结果。现在中国人之间完全缺乏信任，我身边很多人对买东西的态度就是，只要贵的东西都是骗你的钱，都是奸商。老板总是怀疑员工在磨洋工，而员工老是认为老板在占他的便宜。有医疗纠纷不是找法院，而是比谁更凶。说到底是因为没有法治，人人之间没有信任。不是人人之间没有信任，是因为政府就在骗，以政府没底线政府没底线为开始，这一切的开始都是政府，就是中共干的啊。中共耍流氓，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是什么呢？就是一帮流氓夺取了政权，然后他就从上到下耍流氓，对老百姓耍流氓，那结果是什么？整个社会就弥漫着流氓气、流氓腔。你看这个中共的那个发言稿都是流氓，习近平讲的那番话，流氓腔，那就叫流氓腔，耍流氓，然后整个社会就弥漫着这种耍流氓的这种氛围。为什么不信任？我怎么敢信任？你说说看，我怎么敢？骗子那么多，满大街都是骗子，从政府开始一路骗下来，那为什么信任？怎么会信任？这是不可能有信任。在中国这样的国度，以现在中共的执政，这个社会不会有信任的存在。你想想看，文革是什么情况？互相告密，背靠背，互相揭发，互相告密，怎么会有信任？这个社会就是给他们这么毁掉了啊！观点，中国人素质低是因为领导者及执政党素质低，上行下效。你看看中共，新疆17条欺诈，入世承诺只说不做欺诈，中英联合声明欺诈，以举国之力用黑客攻击、千人计划、公派留学等等方法窃取美国高科技，盗窃全世界商业机密等等，全是骗子、盗贼、流氓、恶棍。如此政府，底下人民岂能素质高，岂能互相信任？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问题不能怪老百姓，政府啊。情况，王老师能否每日一播，但是无休息日，这样可以兼顾更多人群，也能更加连贯。周末可以不拘小节，床上播什么情况？希望节目越办越好。每日一播，我们原来就是每日一播，那我还是希望有一个休息日，可以让自己沉淀一下。然后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哈？就是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啊，其实我们每天做节目有2个东西很关键。第一个，我们找到一个，比如说今天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件很重要的新闻发生大家会看到一个很好的节目。第一个前提就是有重要的新闻发生，或者有重要的事件发生，或者重要的话题发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在做这个准备有充分的时间我时间准备的很充分。那么当然是准备充分，首先的时间要充裕然后就是我很认真这是第二个。还有一个什么？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状态。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呀，好像不起劲。你听得不起劲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起劲，我起劲，大家才会起劲，大概是这样。所以我的状态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看到一个，大家觉得是一个高品质的节目，基本上有这三样东西：一个是好的题目，一个是好的准备，还有一个就是好的状态。那么这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我敢保证这个节目一定很精彩。但是呢，如果我的这三样东西有任何一个不足，这个节目都不完美。那我是希望是这样，我们的节目已经做了1年多啊，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下，我先试一下，我们一天做一期啊，一天做一期，我就会有什么时间。当然，其实我不完全是一期节目哈，就是说我是这么想，就是我们一天2期的时候，第2期就是说其中有一期如果是不做了，只做1期的话，我们可能会穿插一些短平快的小话题，就是没那么 heavy， 就是我们现在是2个硬菜啊，那我们可能会弄个汤啊，弄个炒菜等等，就不一定是硬菜，可能就10几分钟的一个小的话题或者小的新闻。这样的话，我们会有更丰富的产品或者更丰富的形态，大家试试看。我觉得不会是一天一播，可能1篇2播或者1天3播都有可能。比如说突发新闻肯定会1播。那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未必是当天的新闻，我可能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也会随时会发生。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们先试试看。如果大家觉得我们可以进行调整，我们可以根据发生的情况来不断的调整，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节目嘛，对不对？我们可以随时调整，对吗？好不好？情况坐标闽南小镇，街边小摊跟如雨后春笋一般，一直冒出来。听做烧烤的朋友讲，上个月卖的酒中廉价酒占90%，建议11月1天1期可以以135照住东半球，用户246照顾西半球。这个不可行。为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大家都会很混乱，就是今天到底是直播1还是直播2。我们如果是决定了，就是按照比如说我们用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就是固定的，永远不变。这样的话大家会很清楚的知道，我到这个时间段我们就来参加直播如果错过了这时间，我们就看录播吧，大概是这样。135、246这种情况不行，不可行。这违背什么？违背媒体的规律媒体就是必须固定、持久稳定提问：王老师能讲一下宋朝为什么那么开明吗？是什么样的背景使它成为远不同于其他专制王朝的奇葩？这是个好问题。宋朝为什么开明？宋朝开明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背景他当时处在的这个环境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赵家对读书人的尊重赵家对读书人的尊重是历朝历代没有过的。大概就这2个，一个是他身处的环境就是说他本身这个王朝形成的时代就是一个比较自由没有那种大一统的东西本身是一个这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赵家人他明白，就是他要把这个国家治理好，必须依靠读书人，所以他就是对读书人很好。你看呢，任何一个王朝，他只要对读书人好，基本上这个王朝就坏不到哪里去。对读书人不好，这个王朝一定会很坏
以谁为例？以明朝为例。其实明朝不弱啊，明朝国力是很强盛啊，但是这个国家很坏，国家很坏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明朝是把这个官员扒掉裤子在大殿上打屁股的，这是明朝开始干的事情。在明朝开始，中国就开始，就是这个国家就开始差下去了啊！最后一个情况，我闺蜜说，我们说关于宋朝的问题，我们可以找时间，找个话题，我们好好的聊一下。其实宋朝很多话题可以聊，可以聊经济啊，可以聊文化啊，可以聊这个艺术啊，可以聊地缘政治啊。宋朝的地缘政治挺有意思的啊。情况，我闺蜜说，她的生意里最不讲诚信的就是国企，拖延欠款的都是国企，比如电信、华润、大力营销的也是国企，给营销商压力最大，无人性，拿霸王合同压人，就是这样。国企就其实不是企业，国企就是政府啊。明谢 Rainy Mac，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还有谁啊？孙小乔，好久不见了。谢谢啊，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小王，谢谢支持王老师的调整，赞同固定时间直播，虽然可能调整无法参加直播，趁不多的机会赶紧打赏，王老师加油。谢谢啊，谢谢小王同学啊，我们再见，谢谢。